很多人以为圣经难懂，不是因为它太深，而是因为它太散。一个故事接着另一个故事，人物、战争、先知、王国全挤在一起，到头来谁都没连上。但今天你只要花几分钟，把那条真正的主线抓住，你就会明白世界为什么从完整走向破碎，人为什么救不了自己，而那个真正扭转一切的答案到底落在了哪里？这3个问题就是整本书在地下铺的那条路。现在让我们回到一切还没开始出错之前。起初世界不是乱的，光与暗被分开，海与地各归各位，鱼进到水里，鸟飞上天空，太阳、月亮、星辰按时运转。神创造了这一切，又造了第一个人亚当，再为他预备了夏娃，2个人住在园子里，看守他，也享受他。那是没有死亡，没有羞耻，没有提防，人和神面对面，彼此都不用躲，这是一个完整、清澈、没有被破坏过的开始。可故事很快就变了，园子里出现了一条蛇，引诱夏娃去吃那棵神明令禁止的树上的果子。夏娃吃了，亚当也跟着吃了。表面上看只是一口果子而已，可深入一层，那是人类第一次拒绝听从神的话，想自己来决定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。变化来得极快，羞耻出现了。他们赶紧找东西遮住身体，恐惧出现了。他们听见神走近就躲进树丛里，推卸出现了。被问到时，谁都不肯老老实实承认。原本亲近的关系从这一刻开始裂开了。人不再坦然面对神，也不再坦然面对彼此，连土地都开始抗拒人，长出荆棘和杠的离死亡。从这一口果子走进了人类历史。接下来，败坏迅速从2个人扩散到了一个家庭。亚当和夏娃有2个儿子，哥哥该隐，弟弟亚伯。因为嫉妒，该隐把亚伯骗到田间，亲手杀了他。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流血，不是在战场上，而是在兄弟之间。可故事并没有停下，亚当和夏娃后来又得了第3个儿子，叫赛特。这个家族开始延伸，人开始建城，开始放牧，开始制作工具，文明在发展。但人的心并没有跟着变好能力越来越强，报复也越来越重，暴力几乎覆盖了全地。到了挪亚的时代，世界已经坏到极深了，遍地是强暴和败坏。神最终决定用洪水审判那一代人，但他也拣选了挪亚，让他造一只方舟。挪亚带着家人和各样活物进了方舟。洪水来了，旧的世界被淹没。洪水退去以后，挪亚一家重新踏上土地，神用彩虹立约，说故事还没有结束。可洪水过后，人心并没有自动变好，人又聚在一起，在示拿平原上建成造塔，要为自己立名，想靠自己的力量通到高处，不再按神的安排分散到全地。这就是巴别塔。结局是语言被打乱，人彼此听不懂，只能四散各地。走到这里，其实已经很清楚，世界原本不是今天这个样子。问题不是先从制度或战争开始的，而是从人心开始的。从亚当到该隐，从洪水到巴别塔，人已经一遍又一遍证明，只靠自己根本走不回原来那个位置。那么拯救会从哪里来？巴别塔之后，人类四散，语言乱了，方向也乱了，世界还在往前走，可人离神却越来越远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故事落到了一个人身上，
这个人叫亚伯兰，后来改名叫亚伯拉罕。他不是王，也不是什么英雄，只是一个被神呼召离开故乡的人。神对他说：离开你的本地、本族、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。神还给了他3个应许，给他土地，给他后代，也让地上的万族因他得福。问题在于，应许听起来很大，现实却极难。亚伯拉罕年纪已经不小了，他的妻子撒拉一直不能生育。这个故事一开始，人先看到的不是结果，而是等待。后来，神真的让90岁的撒拉生下了儿子，这个孩子叫以撒。以撒长大了，有2个儿子，以扫和雅各。再后来，雅各有了12个儿子。这个家族在慢慢变大，可问题却没有消失，偏心、争斗、欺骗、嫉妒，一件都没少。而约瑟的出现，把这些矛盾一下子全推到了前面。约瑟是雅各偏爱的儿子，哥哥们越来越嫉妒他。后来，他们先把他扔进坑里，又把他卖到埃及成了奴隶。按人的眼光看，这个家已经裂了，故事好像也走偏了。可后面发生的事，反而把这条主线往前推了一大步。约瑟在埃及先是受冤被关进监狱，后来又被抬到高位。等到大饥荒来了，偏偏是这个被卖到埃及的人成了保存全家性命的人。于是雅各带着全家下到埃及，表面上看，这只是为了逃荒活命。可从后面的历史看，这个家族从这里开始进入了下一个阶段，他们在埃及活了下来，也在那里继续繁衍壮大。可他们不会想到，这个暂时保住他们性命的地方，后来会变成奴役他们的地方，而真正改变局面的拯救也会从那里开始。雅各一家刚下到埃及时，处境还不算坏，约瑟还在，粮食还在，活路也在。可历史不会一直停在一个人身上，约瑟死了，认识他的那一代人也过去了。埃及的新王起来，看见了一件事，以色列人越来越多了，人数一多，恐惧就来了。法老开始担心这群人以后会不会成为威胁，于是他先把他们定义为危险，再把他们变成奴隶。以色列人在埃及做苦工，搬砖、盖城，被鞭打、被压榨，连刚出生的男婴都面临被杀的危险。就在这种压迫里，摩西出生了。他的出场并不像英雄法老下令要把希伯来新生的男婴都处理掉，为了保住他，他母亲先把他偷偷藏起来，实在藏不住了，就把他放进一个抹了沥青的蒲草箱里，轻轻放到河边的芦苇中。后来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，看见了这个孩子，抱起了他。这个本来应该死在追杀令下的希伯来男孩，反而被带进了王宫。他在王宫里长大，受的是王子的教育，学的是埃及人的文字、规矩和治国方式。可他心里一直知道，自己真正的同胞是那些在工地和砖窑里被压榨的希伯来人。后来摩西亲眼看见一个埃及人正在殴打希伯来奴隶，一时冲动出手，打死了那个埃及人。事情传开以后，法老想要杀他，摩西只能逃离埃及，躲进旷野。就在旷野里，神呼召了他的名字。摩西看见一丛荆棘在火里燃烧，却没有烧毁。神在那里对他说：我看见了百姓的痛苦，也听见了他们的哀声，现在我要差你去。从这里开始，事情就不一样了，神要亲自出手，把被压迫的人带出埃及。接下来发生的实灾，就是这种回应。河水变成血，青蛙、狮子、苍蝇、瘟疫、
冰雹、黑暗，一灾比一灾重。法老嘴上松口，转头又反悔，到最后最重的一击来了，那就是逾越节之夜。神吩咐以色列人把羊羔的血涂在门框上，那一夜谁照着吩咐去做，谁就能从死亡中被保留下来。门里门外看起来都一样，可门框上的血成了生与死的分界线。从这里开始，人第一次很清楚地看见，他们能活下来，不是因为自己足够好，而是因为神先给了他们一条活路。逾越节之后，法老终于松口，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，他们做了几百年的奴隶，到这一夜终于走出来了。可他们刚走出去，法老就后悔了，后面是追兵，前面是红海，以色列人被逼到海边，退无可退。就在这时候，海水从中间分开，露出一条路来。以色列人从海中走过去，等埃及的追兵跟着冲下来，海水又合了起来，把他们全都吞没。可海虽然分开了，人心却没有立刻改变。出了埃及以后，以色列人很快就在旷野里抱怨，没水的时候抱怨，没肉的时候抱怨，遇到危险的时候又想回埃及。他们的人已经出来了，可心里还老想回到从前的日子，脚已经离开了埃及，心却还没有真的走出来。后来他们来到西奈山，神在那里赐下律法，要教他们怎样活成一个真正属于神的群体。可摩西上山没多久，山下的人就等不及了，他们造了一只金牛犊，一头用金子做出来，被当成神明的偶像，从伊甸园到金牛犊。问题其实一直没变，人总想抓住一个看得见、摸得着、自己觉得稳妥的东西。再后来，他们终于来到应许之地的边界，派探子进去窥探。地方的确是好地方，可探子带回来的消息里也有惧怕，百姓一听见高墙和巨人就立刻退缩，宁可回埃及，也不愿相信神会带他们进去。所以他们一直在旷野里转了40年。这40年不只是赶路，而是把人心全显出来了，不信、惧怕、抱怨、反复，什么都露出来了。后来约书亚带领新一代进入应许之地，攻下城池，分配土地，看起来局面终于稳下来了。可紧接着就是士师时代，在没有正式君王之前，神一次次兴起临时的领袖和拯救者，把百姓从危机里救出来。问题是，人每次得了一次拯救，很快又回到老路上，像是在原地兜圈子。说到底，真正把人困住的不只是埃及和旷野，而是那颗一遇到困难就想回头、不肯信靠的心。走到这一步，以色列人很自然地想，事实一次次救场还是不够，那我们就需要一个王。可他们想要的这个王，真的能把他们带出这种反复失败的循环吗？王国最辉煌的时代，反而成了崩塌的起点。士师时代过了太久，百姓反复跌倒，反复被欺压，又反复靠临时的拯救撑过去。于是他们对撒母耳说，给我们立一个王。撒母耳是先知，也是最后一位重要的士师。百姓来找他要王，表面上看是想换一种更稳的制度，说到底是他们等不及了，不想再这样来来回回地熬下去。他们想要一个看得见、摸得着，能马上给他们安全感的人。于是扫罗成了第一个王。他外形高大，气势十足，很符合人对王的想象。可问题很快就露出来了，扫罗更在意自己的位置，而不是神的心意，更想保住王位，而不是真正顺服。于是人很快发现，有了王并不等于问题就解决了。然后大卫出现了。
他从一开始只是个牧羊的少年，后来他被高丽曾拿着几块石子就打倒了披着重甲的巨人歌利亚。再后来他四处逃亡，在一场场危险里慢慢学着怎样做王，最后才坐上王位。到了大卫这里，局面一下子不一样了。他统一了国家，定都耶路撒冷，也让这个民族第一次真正有了一个稳得住的中心。他能打仗，也会写诗，敢冲在前面，也知道犯错以后回头。可就算是大卫，也不是最后的答案，因为人在接近答案，终究还是人。大卫会犯罪，也会滥用权力。他看上了部下的妻子拔示巴，后来又设法借刀杀死她的丈夫。这件事成了他生命里一个很大的污点。所以大卫当然重要，人们在他身上第一次比较清楚地看见一个真正的王该是什么样子。可问题是，他还是会失败，还是会把事情弄坏。他把答案照亮了一点，却还不是最后的答案。接着所罗门上场了。到了所罗门时代，王国进入最辉煌的阶段，国家富足，疆界稳固，智慧闻名四方，圣殿也建起来了。看上去一切都在往最好的方向走。可人最容易看错局势的，往往也是这种大家都觉得已经稳了的时候。所罗门后来偏离了权力、财富、联姻、偶像，一点一点把他带偏。于是最荣耀的时代也在里面慢慢裂开。说到底，问题从来不是有没有王，而是这个王能不能真的把人带回神面前，也不是国家强不强，而是人的心有没有真的被改变。所以所罗门一死，裂痕很快就撕开了，百姓早就被重税和劳役压得喘不过气来，新王又不肯听劝，王国就这样分裂了。原本统一的国家从这里分成了北边的以色列和南边的犹大，看起来稳稳当当的王朝，转眼就碎成了两半。走到这里，其实已经很清楚了。以色列人原本以为有了王，有了圣殿，有了稳定的国家，问题就会慢慢过去。可事实正好相反，王国看上去是稳下来了，可真正先坏掉的偏偏是里面。接下来局面不会越来越稳，只会越来越糟。因为王国一旦裂开，崩掉的不只是政治秩序，而是整个民族的未来。北国先坏下去，为了稳住权力，北国的王不愿百姓再回耶路撒冷敬拜，于是干脆自己另立敬拜中心，造出金牛犊，重新规定什么叫敬拜，什么叫信仰。一旦敬拜被权力接管，后面的败坏就会越来越深患网。夺位、流血、假敬拜、假平安、社会不公，这些事一件接一件地冒出来。穷人被压榨，法律被扭曲，先知被厌烦，整个国家越来越不像一个属于神的民族。南国也没有好到哪里去，虽然南国还有大卫的后裔，也还保留着耶路撒冷和圣殿，看上去比北国更正统一点。可外表的正统不等于里面真的健康局面一代比一代不稳。就在这种时候，先知一个接一个站了出来，以利亚、以利沙、阿摩斯、何西阿、以赛亚、耶利米，这些人不断对君王、祭司和百姓说，你们的问题不是国防不够，不是经济不够，也不是外交不够，而是你们离神越来越远了。他们一边指出拜偶像的问题，一边指出社会的不义。因为这两件事本来就是连在一起的人，一旦不再把神放在该有的位置上，就一定会把别人踩到不该踩的位置上。可问题是，先知说了很多，听的人却不多。于是北国先倒下了，亚述帝国来了，
强悍、冷酷、扩张成性，不是来讲道理的，而是来征服、掳掠、羞辱和拆散的。北国最后被亚述吞没，百姓被整批掳到异乡，土地和外族混在了一起。南国看见北国的下场，并没有真的学会敬畏，他们还是觉得自己有圣殿，有耶路撒冷，也有大卫之约，也许总能比北国多撑一会儿。可如果人的心已经偏了，圣殿本身也不能替人悔改。于是巴比伦来了。这一次崩塌更重倒下的不只是王朝和边界，而是耶路撒冷，是圣殿，是整个民族最深的安全感。城墙被拆，圣殿被毁，王被带走，百姓被掳。那些他们以为一定保得住的东西，一个接一个倒在火里。可即便走到这里，故事还是没有结束。耶利米、以西结，但以理这些先知仍然在废墟和异乡里继续传讲。他们告诉百姓，你们走到今天不是偶然，是长久悖逆的结果。可他们也说，审判不是终点，归回还会发生。后来归回真的发生了，有些人回来了，圣殿重建了，城墙也重建了，百姓重新开始敬拜。看起来像一个全新的开始，可仔细一看就知道，这还不是真正的恢复。他们人是回来了，心里却没有真正的回家。历史还在往前走，可真正的王还没有出现，真正彻底的修复也还没有来到，旧约在这里慢慢收住了。最后一位先知之后，天空突然安静了，没有新的先知站出来，没有新的启示继续写下去，也没有新的神迹震动全地。一个很长的沉默期开始了，这就是后来常说的400年沉默。400年很长，长到足够让一个民族换很多代人，长到足够让许多盼望看起来像是被尘土盖住了。帝国还在更替，权力还在争夺，世界并没有安静，可神的声音却像是退到了幕后。旧约就这样停在等待里，不是停在胜利里，也不是停在绝望里，而是停在一段很长很安静的黑夜里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个婴儿出生了。如果只单独看新约，耶稣的出现很容易像是一个新故事突然开始了。可如果把前面的历史一路看下来，你就会发现他不是突然闯进来的前面那些一直悬着的问题，到了这里终于开始往一个答案上收了。人从起初就失去了原来的完整，列祖承受了应许，却没有亲眼看见全部兑现。出埃及让人看见了拯救的能力，却没有真正改变人心。王国曾经辉煌，却还是走向分裂和崩塌，被掳归回重建，然后沉默把整个民族推入很长的等待里。然后耶稣来了，他出生在一个并不起眼的地方，不是宫殿，不是权力中心，也不是人期待中的辉煌舞台。他在马槽里出生，在普通人的生活里长大，出现在罗马统治下的一块边陲之地。也就是说，他没有从人以为最有希望的地方来，反而从最普通、最容易被忽略的地方走进了历史。在他正式公开出现之前，有一个人先站了出来，就是施洗约翰。这个人住在旷野里，呼唤人悔改，也替人施洗。他像旧约先知最后的回声，一边提醒人回头，一边预备人去认出真正要来的那一位。后来耶稣受洗，进入旷野接受试探，而这里有一个极深的呼应，人第一次失败是在园子里。以色列人这个民族大规模的失败是在旷野里，可耶稣在旷野里面对试探的时候，没有像亚当那样跌倒，
也没有像以色列人那样一再抱怨和偏离。前面的人怎么跌倒，他就在那些地方重新站稳。别人没走通的路，他开始一步一步走通。随后他开始传道，他医病赶鬼，安慰受伤的人，触碰被排斥的人，喂饱饥饿的人，让瘫痪的人站起来，让瞎眼的人重新看见。他一边讲天国，一边让人看见天国不是一句空话，病人被治好，瞎子重新看见，被鬼附的得释放，死人被叫醒。这些事都在告诉人，原本坏掉的世界开始一点点被修回来了。可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，局面越来越紧张了，因为他一边修复人，一边也把人心里那些见不得光的东西照了出来。他揭露宗教外表底下的虚伪，揭露权力背后的恐惧，也揭露人嘴上说敬虔，心里却不肯真正回头的样子。越接近真相，冲突就越大。故事走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已经不可能平静收场了。他骑着驴进城，像王一样被欢迎。可这种欢迎没有持续多久，因为他不是来配合众人对胜利的想象。他没有选择用武力推翻罗马，也没有顺着群众的情绪去建立一个政治王国。相反，他进了圣城以后，走向的却不是加冕，而是一条充满羞辱、痛苦，也最让人难以理解的路。在那条路真正落下之前，还有最后一页。晚餐、祷告、挣扎、出卖，全都挤在那个夜晚里。门徒还没明白接下来要发生什么，他却已经知道前面等着他的不是加冕，而是被交出去，被审问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十字架，很多人把它看成一场悲剧，背叛、审判、鞭打、羞辱、嘲笑、鲜血、死亡，这一切都是真的。它当然很痛，也当然很惨，可它不只是悲剧。人欠下来的债，人补不回来的裂口，最后是神亲自走进去承担。十字架不是故事被掐断，而是答案开始真正落地。可如果最后只有死亡，那整个故事依然不会完整。所以第三天必须发生点什么。复活就是那个决定性的转折。空坟墓告诉人，死亡不是最后的结论。复活告诉人，十字架不是失败，而是胜利真正显出来的方式。从那一刻开始，前面所有一直没有合上的地方开始在他身上连起来了。亚当失去的在这里重新有了盼望，逾越节留下的记号在这里显出了真正的意义。大卫没能做到的，在这里出现了真正的王。他不是突然开启了一个新故事，前面那些一直没讲完也一直没解决的问题，到了他这里才真正开始合拢。可故事还没有停在这里，因为他没有把这一切只变成一个结论，而是把这个消息交给了一群普通人。当答案已经来到，这场拯救接下来会怎样进入整个世界？如果一切到空坟墓这里就结束了，那它最多只是一个让人震惊的结尾。可后面发生的事说明，这件事并没有真正停下来。那些原本害怕躲起来，不知道该怎么办的门徒，后来真的走了出去，开始把这个消息传开。五旬节就是这个转折真正发生的时候。那一天圣灵降下，门徒开始公开讲耶稣的死和复活。原本胆怯的人开始变得勇敢，原本彼此分散的人也开始成了一个新的群体。这个消息不再只是停在少数人之间，而是真的开始往外传。这一幕其实和前面的巴别塔正好相反，那时候人想靠自己把事情做成，结果越弄越乱。到了这里，不同地方、不同背景的人，反而因为同一个消息
走到了一起。接着初代教会开始出现了，他们一起祷告，一起学习，也彼此照顾。可他们的日子一点儿也不轻松。没过多久，逼迫就来了。司提反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节点，他是最早公开为这信仰做见证，也最早因此被杀的人之一。照理说，发生这种事，大家应该会更害怕，甚至重新躲起来。可结果不是这样，人越想把这件事压下去，它反而传得越远，而保罗的出现又把这件事往前推了一大步。这个人原来叫扫罗，本来是专门追杀教会的，可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，他整个人被颠覆了。那个原本想把消息掐灭的人，后来反而成了把他带向外邦世界，也就是非犹太人世界最重要的人之一。与此同时，彼得也开始走出原来的范围，把这个消息带到更多原本不在其中的人那里。从那时候开始，这个消息就不再只是在犹太人中间流传，而是一路走进城市、道路、港口和帝国。这时候书信也开始出现了，也就是后来组成新约的那些信件。保罗、彼得、约翰、雅各和其他使徒不断写信给各地的群体，处理他们现实中的问题、信心、争执、苦难、伦理、错误教导、盼望、爱，还有群体生活。这也说明十字架和复活不只是告诉人一个消息，它开始一点点改变人该怎么活，怎么彼此相处，怎么面对这个世界。可即便这样，世界也没有一下子变好，逼迫没有消失，帝国没有消失，死亡和混乱也没有消失。相信这个消息的人，并没有因为信了就一下子脱离痛苦，相反，他们往往要在更大的压力里继续走下去。所以到了启示录，也就是新约最后这卷讲终局意象的书，问题就不再是人要不要再努力一点，而是这个世界最后会走向哪里。很多人一听启示录就只想到灾难、审判、战争和那些很可怕的画面。可如果把整条主线连起来看，你就会发现最后要回答的不是怎么制造恐惧，而是这个坏掉的世界到底会不会一直坏下去。答案是不会，这个故事不会永远停在撕裂。眼泪和死亡里，前面一路发生的那些失败、审判、等待和拯救，到最后都指向同一件事：神没有放弃把这个世界重新修好，新天新地，也就是被神彻底更新后的世界，不只是一个漂亮结尾，它是伊甸园里失去的一切终于被重新得回，人与神的关系重新恢复。死亡不再作王，眼泪被擦去，咒诅被挪开，世界不再只是勉强维持，而是真的被更新。讲到这里，你会发现开头和结尾其实正好接上了。一开始这个世界原本是完整的，而到了最后，神又把它重新更新了。所以为什么这个故事讲了这么久，到今天还是有人一直在讲？因为它不只是讲以前发生过什么，它也在解释今天的人到底怎么活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为什么人明明渴望爱，却不断彼此伤害？为什么我们总想靠自己把一切修好，却常常把事情弄得更糟？为什么人在最深处始终还在等一个比自己更大的答案？这条主线最后给出的回答也很直接，世界不是没有答案，只是答案不在人自己身上。人修不好自己的心，也修不好这个世界。真正把这一切往回带的，是神亲自走进历史，承担代价，再把盼望一路带到最后。这当然是很久远的故事，可它又不只是故事，因为今天的人照样活在同样的问题里。
如果你把这一切看成一条完整的历史主线，那你大概也会明白，为什么这本古老的书直到今天还在影响世界，塑造文明，刺痛人心。因为它讲的不只是过去发生了什么，它真正追问的是这个坏掉的世界到底还有没有可能被修复。它给出的答案是有，只是那条路必须经过十字架，也必须通向新天新地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答案真的已经来了，为什么世界看上去还是老样子？为什么相信的人仍然要受苦？真正的盼望究竟该如何在当下的混乱里站立得住？如果你想继续往下走，下次我们专门去讲那段最安静却也最关键的历史400年沉默，到底怎样把世界一步步推向耶稣降生的那一刻。如果你也想把这个消息听下去，记得订阅这个频道。我们下一条见。